我觉得在行业中最核心的思路是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赛道必须和交易、资产创造和分发，以及稳定币相关。我们未来的发展、未来的投资也会环绕这三个东西去做推进。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 Web3原生公司和 Web2公司同台竞技的时代。是的，而这个时代，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讲，你可能会更加希望偏重那些对你保护更好的东西，就是更加厘定你的权利的东西。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感觉是，现在对于加密本身投资最好的 beta 不一定是你的 Solana、Ethereum，for example，它可能是这些能够吃到这一波加密赛道红利的股权。我们现在可以把华尔街介入，其实看作是一个新的大型增量，对吧？嗯，那么这个新的大型增量就是，把币圈的收入搬到华尔街，把华尔街的收入搬到币圈，以及是就这两个东西，这其中一个桥梁。那么谁能够吃到这个东西，其实就能为他的这条链带来巨大的交易，以及巨大的财富效应不一定啊，但是巨大的交易量肯定是有的。TG 之后是一个炼金石，然后你可能再过3个月，再过6个月，等所有东西都尘埃落定之后，这个创始人再上来去聊很多事情，然后如果还是有很深入的洞见，然后还能是一套一套说得很好，而且有 things to back it up，你大概会更有信心说这个人会长期把这个公司做下去。那么 TG 就是怎么说呢？跟一个女生在一起之前那些话你不能信的，对吧？你必须是真的结婚之后他再怎么说，看他怎么做，就你才能比较相信他。生活的感悟。Welcome to the Day One Global。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 Day One Global 生而全球，我是 Ruby。我是 Star。今年注定是 TradeFi 和 DeFi 融合的一年。那不少加密圈的原住民可能会觉得今年的行情是有点无聊的，但是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却是他们大举进军 Crypto 的一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领域，并推出多期的内容。比如传统金融资管的巨头 BlackRock 在去年就发行了比特币的 ETF， 今年又在 RWA 动作频频，发行了稳定币 Build。知名的股票交易所 Robinhood 则开始布局加密资产和美股上链。本期播客我们就有幸邀请了这方面的一位专家 Forneus Ventures 一夜创投的创始人 Jason Cam 来为我们分享他在这里面看到的一些机会。Jason 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曾就职于华尔街投资银行、纽约家族办公室和对冲基金。在2018年跳入了 DeFi 的世界，并在2021年创办了加密原生基金 Forneus Venture， 致力于支持亚太地区及华人创业者，也是我们很多熟知的 Web3 项目背后的投资人。今天非常高兴能邀请到 Jason 来做客 Day One Global 给我们分享。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Jason，很荣幸来到 Day One Global， 也感谢邀请。Jason 最近也开始频频亮相于自己的播客，待会儿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是一个 podcast 的主播的那个互聊会，已经是卷王了。毕竟 podcast 还是挺有趣的，挺挣钱的，做基金比较难挣钱。一上来就这么 real 吗？对，我记得你，因为你是18年开始，好像你的推特账号是18年注册的，然后是的，对，Jason 在推特上也是一个知名的大号，叫 Maple Leaf Cap， 这个是有什么典故吗？当时其实这个名儿是随便起的，我中文名叫金秋，金色的金，秋天的秋。然后当时就脑子一抽说，就是 Maple Leaf 是秋天的红叶嘛，就随便取了这么一个名字。Cap 就是 capital 的意思。对，懂了。在 Crypto Twitter 之前，其实有一个圈儿叫Financial Twitter，就是很多炒股的人在 Twitter 上各种聊股票，然后大家就很喜欢用一个自己喜欢的字儿，然后后面加一个 capital，以显示自己是一个有点钱的资本，对吧？我当时就随便取了。明白，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微信群里扔表情包，什么先信资本啊、躺平资本那种。是的，有点类似这样，是的。对，因为我记得你就是一直在传统金融行业，然后从事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分析师啊，在对冲基金也工作过。那你当时是我记得你是18年的时候就是 all in 到 crypto 来的，那个时候就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当时18年，周期开始结束的时候，我其实是开始自己进来，算是炒币吧。然后一开始从 EOS 开始，然后当时有一个 EOS 的这种赌场，然后我就参与比较多。然后再后来1920年就是 DeFi Summer 真正兴起的时候，可能我早上8点钟到下午5、6点钟工作，
然后工作完之后就一直到凌晨1、2点都是在自己炒币。那个时候其实一来是觉得很好玩儿，然后跟自己的这个工作非常相关，然后二来其实是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比我当时参与的股票投机市场，我是直觉上感觉机会更大，波动性更强，而且能够阶级跃升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是最一开始的初心吧。然后后来研究了更深入之后，其实我看到了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尤其是看到这个 DeFi Summer 兴起之后，我看到了一个就是价值像信息一样跨时间、跨空间自由流转这么一种范式变化的可能性。然后这个里面其实可以孕育出非常多的小公司转成大公司的机会。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如果能够参与其中，以投资人或者是以创业者的身份去参与的话，于个人或者于历史的机会都非常庞大。第二是说，其实也是跟当时的格局比较相关。当然现在可能格局排名坐次会比较清晰，但是当时是一个草莽并起的一个时代。而且也没有说谁是在行业龙头，可能今天是龙头，明天就不是。所以我其实看到了一个可以创造未来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尤其是在亚洲，那个时候并没有一个特别龙头的公司的存在，无论是非中心化交易所的创业，还是在基金方面，所以看到了属于我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第三其实是说，我当时的判断是，如果我的这个 thesis 是成立的，那么这个行业所带来的，这种从早期到后期的 beta，其实它的增速是要远远大于我本来的赛道，就是这个股票投资的行业。所以于个人，的发展，以及，与这个行业所呈现的机会，以及与这个行业本身的这个所处于的历史结构上来讲，我觉得当时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就跳进来，大概是这么想。而且非常果断吧，我记得你后面就是很快辞掉了这个很高薪的华尔街的工作，然后 all in crypto 进来的。对，当时特别有趣，当时我是就2020年可能一直在炒币嘛，然后当时我在推特上认识了很多人，我目前绝大部分的 GP 和 LP 都是从推特上认识的。比如说 Dragonfly 的 Hasib 啊，然后可能现在在做 Inversion Capital Santiago 啊，或者说 Framework 的 Mike Vance，就都是 Twitter 上就互相聊，T 恤上认识。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2020年圣诞节前夕，然后我在Santi 在聊我要不要跳出来这个事儿。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有一点像当时 Steve Jobs 跟他要请的那个 Apple CEO 说的那句话，就是你想一辈子在那儿算你这个 EBITDA 之后的这个税务是多少多少个点，还是你想来这儿就是赌一把，然后赌一下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我说 OK，那你给我点钱吧，那我就马上跳出来做。你这接的好好。他比较厉害，他是先我好几步就跳进来了。然后他当时是跟 Dan Foreman 一起在做 Parafa Capital，目前是一个可能1点几个2个 billion 的这个 crypto hedge fund。然后他们是我公司第一个 check，也是最坚强的这么一个 backing。然后透过他，我可能就撬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朋友们。我也看了一下那个 Parify 的 portfolio，应该都是就是 DeFi 很早期很多的项目他们都投中了。对，他们现在处于的身位和行业的这么一个切入点，其实是未来2到4年传统金融进来最好的一个站位。因为但本身就是 KKR 出来的一个 fintech investor，然后他背后站的就是 Apollo、KKR、Carlyle 这种基金，所以他身处华尔街，对这个事儿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他选的切入点真的不错。对，所以这期我们找对人了。是的，是的。对，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应该是今年年初吧，就蛮想找人聊的，就一直很想聊这个话题。对啊，但是因为我们不是传统金融行业的，所以我们也想说，怎么样找到一个既懂 crypto，然后又从传统金融的背景过来的，然后他看到的东西可能跟我们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的。对，我们还尝试找过一些投行里面的人，就他们号称他们在买，就问了一下呢，他们说这个东西他们也不懂。还是得找比较 degenerate 一点的。对，是的，是的，是的，对。那我们就回到现在吧，对，我们可以去先看一下就是目前的市场行情，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今年就挺多人就是聊的比较多的一方面，就和其他周期都不太一样。对，我想就是Jason 分析一下，就或者去分享一下，就如何看待现在这种市场行情和其他周期的差异，以及我们现在处于了什么样的位置。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因为首先我个人一个观点是，这应该是我们经历的最后一个，过去根据比特币减半所得来的4年周期。
未来的整个行业的周期应该是跟行业本身的进展以及美股宏观的这个流动性高度相关，而不太再会根据比特币本身的供求所产生重大的这么一个波幅。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其实我分2个部分说。第一个部分是整个市场，我会把它分为3个部分。第二是可能今年或者明年是什么东西去 drive 这个市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 LP 分析是，其实现在市场分成了3个。第一个是比特币本身，第二个是以以太坊 Solana 为首的我们说这种大的 beta，行业的 beta。第3是除了这些公链以外，所有的小盘的山寨的币。而它3个东西对应的其实是上行、横盘和分化但总体下行趋势的3个不同的市场。对于 BTC 来讲，在我看来，它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算是毕业了。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历史周期中大幅度换装的这么一个阶段。而这个换装是从过去原生加密主义相信了比特币10年、15年的这种远古的巨鲸，换手到新一代以华尔街或者是这种传统资本为主导的资金的换装过程。那么相信4年周期的人现在可能在卖，不相信4年周期，相信比特币永远涨的人，他永远都不会买。那么现在买的那些人是真正相信了比特币作为黄金的替代品，并且愿意为之配置去东上法币通胀，而且是在传统金融市场去购买的这样一批人。这个换装过程其实还蛮明显，就是你跌了，那可能这些远古的巨鲸就会吸收，但是新进来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便宜，会买。然后它涨多了之后的话呢，可能这些巨鲸就会加幅抛售，然后这些传统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会觉得说，那我再等一等。所以它会呈现一个可能高波动，但是是 range bound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它整体的突破其实要视乎可能某一个力量压过另外一个力量，而且这个时间可能是按可能季度来计算的。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整个法币世界涌入比特币本身的现金在不断加强，而且这个长期其实是有一个跟 M2 通胀很好挂钩的一个年增幅的。那么这是一个市场，所以长期来讲，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看法和我对所有 LP 的看法都是，就跌了就买，然后反正那法币还能通缩怎么地，就不太可能的这个事情。对于整个行业大的 beta、以太坊、Solana、AVAX、TON 这些币来讲，我的看法它其实是一个宽幅震荡的横盘的这么一个标的，因为它们本身它其实是有货币和股权的二元性的。它既是参与加密世界的原生货币，因为你必须买它，你才能参与下面的一些 Pump Fund 啊、小盘币的这么一些购买。它既是货币，它又是自己本身有强价值捕获的类股权的这么一些投资标的。那么对于前者来讲，其实它最看重的是加密原生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当 Solana 上出现了 Pump Fund 很赚钱的时候，很多人是会抛售自己手中所有的其他的筹码，去换成 Solana， 然后再换成 Pump Fund 的 token。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货币本身的属性就很明显会导致它的这个汇率的上升。那么当没有财富效应的时候，它就会透过这个货币流出，所以这个币是会跌的。那么另外来讲，如果按照这个股权角度来看的话，这些币本身对于它自己这个手续费的比值，一般现在已经达到了100到500倍，也就是可能你1块钱的手续费对应是100块钱的市值。这个东西其实在传统世界有对标的，就是像 Visa、Mastercard、Stripe 这些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它目前来说啊，就是10%的年化销售额增长，对应的是10个 turn 的 EBITDA multiple，所以你一年增长10%，你可能就是10倍 EBITDA。那么换算回来，如果是按币圈来说，这种100倍到500倍的费率倍数，它可能对应在传统市场就是你必须年化翻个1倍到翻个5倍。那么如果是在周期底部来讲，对吧？就是比 Solana 在22年、23年，它周期底部对应的是当时费率的350倍，也就是市场对它预判是当时它可能一年能够增长翻个3.5倍这个手续费。in reality 这个手续费翻了65倍，所以它其实是实现了大概20倍的涨幅。那么现在在现在这个阶段，如果再需要在未来几年达成这个涨幅的话，我认为其实不是很容易。所以这种手续费的周期性和估值的这种估值水平，再配合可能目前币圈所呈现的相对薄弱一点的财富效应来说，我觉得对于大的 beta 其实是一个风险和回报比稍微比较一般的这么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就宽幅震荡，不一定跑得赢比特币。
就是比较适合可能波段低的时候可能买。适合波段，而且可能重点要去捕捉的是说，新的财富效应在哪里，或者说新的真正的这种交易手续费提升的增量在哪里。这两个同时出现在一条链上，而且不是这种 market share 的 shift，而是说真的一个新的大东西进来，那个链的币就应该可以买。就是对的，它是一个戴维斯的双击，就它既是货币，它又是股权，一起往上走。对，我看半个月前新闻区就有一个讨论，就是又开始讨论这个币的市值比上它的收入，到底有没有很离谱？其实是它看增长，看周期。然后我觉得这种结构性机会目前没有很清晰吧，拖长来看可能可以，但是短期来说，我觉得得再观察。第三个市场就是所有的这种长尾的小币，那么他们可能95%以上都是垃圾，因为它一上币其实就是创始人就憋了，然后就把币砸掉，然后就开下一个盘子。但是这个整个大的盘子里，其实它有为数不多的创始人是把这个币当做股权来做的这么一些公司，而且这些公司有着比较清晰的商业模式，它的这个商业模式的价值捕获，要么来自圈内，要么来自圈外。那么这些公司其实，创造的现金流，是可以让这个公司跑赢整个行业的，所以可能是在大浪淘沙吧，然后可能整个这些 altcoin 的下行，映衬着可能几个标的的跑赢，甚至是可以跑赢短期之内跑赢贝塔，跑赢比特币，这是大概市场这么一个环境。那么今年其实我是比较看宽幅震荡的这么一个情况的，我是认为其实比特币会一直往上走，就是震荡，但是慢慢往上走。但是整个行业可能是处于一个宽幅震荡，是因为这个整个行业受益的三个东西，第一是美国宏观的流动性，第二是特朗普在经济上各种政策，然后第三就是行业演进本身的趋势。那么这三个其实都往同一个方向向好的话，那市场就会涨得很好。比如说最近一个月，但是如果这三个东西共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是比如说今年年初1月份到3月份，流动性又收缩，特朗普又搞事情，然后行业可能短期没有什么新东西，那它其实是往下走。但我觉得整个行业发展 TradFi 也好，新的玩法也好，没那么快发生，所以总体还是看宽幅震荡吧，可能一直震荡到明年。嗯，会预计明年牛市的可能性更高，是吗？我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中美之间其实25、26、27年还是一个蛮有趣和微妙的节点。我觉得真正的大牛市可能要等到一个小型的流动性扩张的经济危机之后，才会真正发生。所以看不太明白，可能26年、27年。了解了解，所以现在还是一个继续囤币，然后杠铃策略，对，就我自己的判断是保护好本金，然后透过收息机会和 accumulator 不断的去购买比特币，同时是去抓那些行业发展中的这种就是 alpha 的 altcoin 机会。那么既可以是行业内的现金流，也可以是行业外现金流。但是你说到的，比如说抓阿尔法的机会，那可能有哪些方向是你现在比较看好的？嗯，而且我记得就是 Folius 一直都还是挺有自己的这个就是 thesis，尤其是应用端啊，或者是在一些赛道上，所以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方面看过的一些，就是你看好的方向和项目。往未来来讲，我觉得在行业中最核心的思路是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赛道必须和交易、资产创造和分发以及稳定币相关。这三个赛道是 crypto 这个价值网络创建以来寻租空间最大、市场体量最庞大，以及是对传统行业颠覆最彻底的三个赛道。所以可能我们未来的发展、未来的投资也会环绕这三个东西去做推进。而且可能在这个之外，我会比较倾向于那些说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这种消费端的产品，可能是额外的一个挂靠吧，或者是说 AI 和消费端的产品。环绕这三个赛道的话，我们可能主要重点回到是一些企业最基本面的问题，比如它这个公司所处的赛道和体量必须足够庞大，比如说做交易，那做 Pokemon Cards 交易和跟做表的交易和跟做比如说国家的交易，明显不是一个体量。然后就是现金流的稳定创造以及企业本身的这么一个 defensibility。那么最后就可能是创始人的人品和格局。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我们可能最终看到我们未来的投资，主要的是会环绕这三个方面。因为过去我们其实投过很多跟这三个方向关系并不是那么大的公司和赛道，
那么那些的问题在于说，因为 crypto 本身是一个对 narrative 和对 upside 很追求的市场，那么如果它的天花板不够高的话，很容易就陷入一个你投的估值太高，然后它退出估值太低的问题。所以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走大的这么一个方向。了解。对，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说，因为我看你访谈过非常多种 DeFi 项目，按理说这是符合你刚刚三个就是这方面三个方面的，对，但这里面有两个其他项目，一个是 Sign，一个是 Title，想知道就这两个项目就是在你的这个整个版图里面是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也做一下信息披露 ，Sign 我们是在第2轮的时候参与了一点，开头我们在第1轮就参与了，第2轮有加仓，然后目前2个我们都是在解锁进行过程当中。对于 Sign 来讲，其实当时和现在的 Thesis 有点类似，是它是在一个资产分发的层面上就卡了一道，它做了一个收费。然后他去做这种全世界很多行为上链的这么一个做法的背后，他先卡住了这个入口之后，他其实可以去做很多资产交易分发的行为，而且他可能卡的一些点会特别巧妙，所以我觉得，这个 optionality 是很值得去赌的。当然，严鑫这个人是非常，他总能在很巧妙的地方找到商业变现点，他也在那种可能群狼环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去找到说属于自己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所以它其实产品经过各种迭代，最终是，现在活得还不错。那么可能正好现在特朗普支持 crypto 的话，它其实在全世界的这种多点开花的商业拓展是对它非常有利的。对于开头来讲，第一是它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赛道，资产本身的分发的估值取决于这个项目本身的 mind share 作为乘数，加上它的现金流。现金流我们可能帮不了忙，但是它的这个现金的这个 multiple 其实是视乎大家对它有多看好，以及它能覆盖面多广所决定的。而覆盖面多广这个事情其实是，在过去透过 MC 和 KOL 变现，但是开头很巧妙的找到自己的定位，切入进去之后，就把 MCN 的生意给做了，然后他从中去做一个资产发行中估值提升的收租行为，而且这个估值提振的收租行为可以延展到资产发行本身的收租。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啊，但是它其实也是往这3个最核心的东西去靠的，所以我觉得还挺好。所以下次就是看项目的时候，可能先从这3个 checklist 里面至少符合1点才开始看。对，我觉得是吧，否则就太难受了，就很多项目可能不沾边的话，它赚钱也赚得很难受，然后它估值也打不开局面，然后就反正我自己还是投了很多这样的项目。对，这个 framework 很好，对。谢谢。然后我想问一下，就可能基于 DeFi 吧，因为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聊的一个点，就是从这一轮开始，我觉得就 DeFi 就不光是在 crypto 的圈里玩了嘛，就有很多的这种跟传统金融的这个融合。那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一期节目，就是专门关于稳定币的 ticker 都不够用了的，就是有无数的这个稳定币项目，然后它跟 T-bill 去结合，然后又变成一些可能理财 DeFi 的项目。那当然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融合的形式啊，所以你会怎么看待现在的这2方面的融合？作为 crypto 的角度来看，需要传统金融什么？然后传统金融的角度来看，又看上了 crypto 什么？我可能会稍微多说一些。现在整个行业里面，其实核心赛道划分已经非常明显，甚至是比较完全了。交易、杠杆，然后各种各样的生息行为，那么以及与之相关的资产发行行为。但是整个行业的龙头基本上你已经能看到，就很少人能真的撼动 Aave 的这么一个领导地位，或者说你在边际的创新，Aave 马上就会超过去。然后 Uniswap 所写的那些代码被所有人所复用。然后这种Pump Fund 它所创造的这么一个网络效应，其实新公司进来透过各种方式去想取代它，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整个至少在这个加密世界的这个版图当中，它是一个新兴市场，它的这个金融排斥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它这个新的世界跟我们所熟知的传统华尔街旧的世界，它的接壤其实是存在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套利行为。这个套利行为主要表现的是，第一是利差的搬运，就是我 crypto 这挣钱，那华尔街想参一腿，那 basis trade 透过 Ethena 和 Securitize 和这些公司去实现，然后让传统金融世界的人享受到这个世界的利差。或者是说这个世界的人其实是想
赚一些更加稳妥的钱。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在传统世界当中，把比如说5%的国债利率搬到链上来，然后让世界上所有人可以透过这个事情参与。又或者是说，可能传统世界需要更好的赌具，对吧？就是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屌丝，然后我希望参赌去爽一把，可能很好笑啊，但是在过去来讲，你的赌具其实就是拉斯维加斯，然后是后来透过 Robinhood 延展到了美股，但是现在很明显可以去进入到币圈来。那么我们让这个世界的人接触更好的赌具，No problem, fantastic。那么反过来讲，可能加密世界的人，实际上各种人可能想接触一下美国本体的赌具。我想买特斯拉，然后我想买一些这种我非常看好的股票，但是我国家的这个股票账户不能买，我要接触这样的回报，这个桥梁也可以打通。所以其实是有一个这种资产的回报套利的这么一个需求。然后另外一个打通的需求，其实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毛细血管的领域，有一些支付的需求是完全没有被满足的。这种支付需求既可以体现到，可能传统市场并不太愿意服务的领域，OnlyFans、Pornhub，就是各种各样灰色领域，它也可以是真的是更加方便，结算更加快捷的领域，跨境支付，然后这种Huma 做的那种垫资，又或者是说可能在这个原生的资本市场里面，crypto 市场里面创造的财富效应需要有一个出口。那么这种稳定币的支付场景，其实也是我觉得这2个大的领域吧，是华尔街可能现在目前最感兴趣，也是接壤最密切的。但是就币圈原生来讲，其实很多这样的需求，我们看到 DeFi 里其实还是服务于币圈本身，促进 OTC 资产发行，然后可能对回报的一些追求。币圈可能很多的这么一些我们当时所预期的能够辐射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金融场景，其实是暂时还没有做到。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原因啊，但是可能目前还是在圈子里自己满足自己的这种投机需求为主。嗯，我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 Folis 就有一篇报告就提到 DeFi 是新兴的这个华尔街接口，就是5年前，其实蛮早就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这种趋势，所以跟你们当初设想的这个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还是就是完全想到了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个 TradFi 进来。有一致也有不一致吧，就是我判断的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准确。我觉得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像它成本确实更低廉，然后各个这种 protocol 它本身寻租的空间的存在，确实如我们所料。当然，这个市场的估值其实当时非常高，然后现在就现金流起来之后，其实是被消化了的。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度的互相像乐高一样的互相合作，也是我们当初所预料的，就 Ethena、Pando、Aave 就全部一层套一层，我觉得当时其实可以预见到。那么另外有2个方面，我觉得是，我有点失望，我们预测对了。第一是说稳定币上确实是回到了我们当时所预判的那种中心化的最基础的发行方式，就是去中心化不行，就是你就是得靠这个方式去做大做强，而且现在越来越有往那个方向拓展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就你没有办法透过去中心化的方式去发行一个用以支付和商业行为的稳定币。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当时认为，crypto 里面信用本身的产生需要暴力去执行，然后没有这种体制外的暴力，你就不可能产生无抵押的信用。然后发展到目前来讲，其实各种各样的暴雷和现在整个 DeFi 发展的方向，它确实是没有往无信用的一个方面去走。所有的目前我们所知的 DeFi，它都是有抵押品，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抵押品所导致的这个借贷。所以，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它其实让这个 DeFi 的生态它变得非常的实，就它不会是像华尔街那样，没有政府兜底之后就连环暴雷，整个行业不复存在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它其实是非常扎实的一步往前走的。当时我们错的东西其实错的挺离谱的，有几个吧。记得这么清楚，听一下。就因为我们这问题我自己去梳理，我还看了一遍，我说哇，就是错的还挺多的。我觉得当时我们会认为说有很多细分的行业会发展的很好，但是我们错误的错判了，就是说这个行业它本身的体积和大小，然后有很多更加复杂的、更加垂的产品，其实需要很大的实体经济体量去支撑它。没有这些体量的东西是无法生存的。所以，那些 bet 就是 completely wrong，就完全错误，现在就他们连渣都没有了，现在。
第二是说我们可能会感觉说这些protocol 公司，它一个东西做好，他们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切入，然后变成一个金融金控的公司的这么一个存在。我觉得我们的预判太乐观了，是因为这些公司它现在其实依然很小，然后它完全没有能力去拓展其他的方向。那么它如果一旦分神之后，其实很容易被后进者超越。所以目前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 protocol 都是还是在一个赛道深耕，然后继续保持自己的龙头地位，就是这种多元化的行为我们暂时没有看到。那这种算是多元化的吗？阿卫这种它其实其实它还是已经也有稳定币，然后它有多方向上都在，就 DeFi 的各个领域，它其实都也有布局。对，它在尝试，但是这一系列的新业务无法支撑它本身的估值，就很少有人会因为稳定币去买阿伟。买阿伟的都是因为你的这个体量，比如说华尔街跟你上链之后，你会 TVL 会变多大。然后另外它的 Go 的那个稳定币其实是很明显做不过现在专门做稳定币的公司。顺便插一句，其实现在行业很火的 Uniswap V4 那个 Hook，其实是允许了你在借贷，就是放贷的那个款项被别人所交易，从而转换你抵押品的这么一个代码的革新。比如说我 deposit 了以太坊，然后我借出了 USDC，现在我 Uniswap V4，你现在就带进去的那个以太坊是可以被别人交易，然后你的这个借贷其实可以被变化的，就可能变成了以太坊、BTC、USDC，然后你能多挣一分钱。然后，但是里面又会有更多的 impermanent loss，其实你的那个利差是上升的。然后这个创新其实是你可以说，其实阿伟其实某种程度上借助了 Uniswap 的创新，进入了就是 Swap 的这么一个赛道。但是他没有自己去做，就大家其实是合作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还蛮有趣的，就是这种金控我们暂时没有看到。但是什么发展成金控了呢？就是可能像 Galaxy，像就是 DCG 那样的公司，他们不是专门做这种 crypto 原生垂直 DeFi 业务的。嗯，然后最后其实我们当时就是看到了类似资产发行平台的这个可能性，但是没有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赛道来看，然后就很不幸的错过了像 Pump Up Fund 这样的机会。但是当时应该是能看到说资产发行本身跟交易跟借贷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赛道。但是这个创新其实的诞生是根植于 Uniswap，然后根植于很多基础设施的完善，然后才诞生出来，就是还蛮可惜的。所以总结来讲的话，目前来说，在加密的这个领域，还是就整体盘子不算很大，所以大家最好还是在一个垂直赛道深耕这个项目会。目前是的，目前是的，而且后进者在同一赛道去进攻领先者，其实是还蛮困难的。就是你现在怎么跟 Radium、跟 Uniswap 去竞争呢？就是你只能是像透过 Pump 那样做一套属于自己的新逻辑，然后在你足够大之后再把别人蛋糕切走。所以其实还是要吃新的流量。但是如果在同一个赛道跟他竞争的话，只要那个领先者跟进的足够快，其实还比较难追赶上。所以整个行业划分的这个速度，怎么说呢？跟我们当时预料差不多，嗯，但是当时的极高的估值其实是隐含了现在这么一个结果的，某种程度上，嗯，然后最后其实传统金融行业切入，我觉得也不能说不如预期吧，就我们本来也没有想着会有那么快，就是比如说 Apollo 这样的公司去靠阿贝借贷呀，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川普的当选和这个就是比如说监管的放开会这么快，是吗？完全没有，我当时是完全没有猜到这一点。天差地别的感觉。天差地别，确实是。我其实当时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很大的考量是说，中美两国的创业者其实都是在阴影中去促进这个行业的增长，然后完全没有是想到说美国突然间完全放开了，然后这个其实对亚太创大家在业者是一阳光下了，个很大的然后我们还在阴影中，是吧？是的，是有一点这种感觉，是有一点这种感觉，没错。最后一点是，当时其实也没有说设想到传统世界的很多资产，会放到这个世界当中来，或者说其实也想到了，但是我当时想的是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资产可以那么弄，国债可能是目前为数不多可以见到的，因为别的那些资产，对于圈里的这种原生的人来讲，可能回报率不是那么够看。国债好像也没有那么够看，就还可以吧，就有的时候还挺香的，但就是也没有那么好。是叠加一下这个没发币的项目可能还行。
对对，然后至于那些传统金融机构开始用 Aave、Uniswap 这种产品，当时嗯我们也没有觉得说会有多快发生，但是现在始终绕不开的一道坎儿，就是传统金融还是很讲究 KYC ML 的，然后你必须知道你的对手盘在哪里，然后可能这种完全的 Wild West 这种资金池是很难被他们所用，所以这个可能还是差不多的。了解，对对，我们刚好就到下一个话题。嗯对，因为就是刚刚讲的就资产的发行和交易嘛，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就讲下一个就是有可能改变格局的资产是什么？对，我们也看到就非常多人说有可能谁能把美股上链，这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资产，因为它既有体量，然后也有波动性。因为的确像刚才说到，比如假设你想买特斯拉，想买英伟达，或者想买微策略，很多币圈人其实是买不了的。然后现在其实也有不少公司在做了，比如说最新的消息，Robinhood 就自己在开始搞这个东西。对，所以想听听就是杰森这方面的看法，因为就美股上链这个东西应该也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就每一轮都有。对，上一轮应该还挺多人亏钱的，因为做的最好是 FTX，可以在里面交易，然后钱就没了。对，为什么这一轮就是又开始新的一轮就是美股上链，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机会在这里面？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之前还是需要看到这种很多 crypto native 公司来做，但这一轮其实像刚才说，因为美国政策放开了，非常多的传统公司也进来了，包括肉饼或者说 BlackRock 这种，对，对于这种格局又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变化非常大。我有两个可能不一定对的观点吧，就是第一是在商业模式和技术比较成熟的时候，或者比较能够看清的时候，其实分发的优势基本上决定了你在行业的身位，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 Web3原生公司和 Web2公司同台竞技的时代。是的，而这个时代，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讲，你可能会更加希望偏重那些对你保护更好的东西，就是更加厘定你的权利的东西。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感觉是，现在对于加密本身投资最好的 beta 不一定是你的 Solana、Ethereum，for example，它可能是这些能够吃到这一波加密赛道红利的股权。对，这个也是我刚才想问的一个问题，对，所以你也有结论了。对，就可能我们再往未来5年或者10年来看，什么样的公司能够跑赢这种行业比特币以下，然后所以 altcoin 以上的这些公链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Robinhood、PayPal、Square、Visa、BlackRock，然后 Stripe 的这个私募股权为主的这么一个股票的 basket。然后如果你想稍微激进一点，你甚至可以加入那些在全球有分发能力的社交型产品，比如说 XAI 加 Twitter，或者是如果 Meta 真正下场做像 Meta，或者是就中国可能不太行啊，但是如果是 TikTok，就是他们可能会稍微慢一步。但这个股票 basket 它的年化回报率其实不一定会差于 crypto 原生的资产。原因首先估值对增长其实差不多，但是他们其实在产品搭建方面和把他们做的任何一个跟价值捕获和传导相关的产品推送到最终端来讲，他们的优势远胜于现在 crypto 原生的所有公司。当然，最大问题是他们可能不一定懂，但是如果他那个老板从上而下就要推这个事儿的话，他们的速度可比币圈原生公司要快多了。所以我其实会有点担心像 Coinbase，或者是说这些二线的交易所这样一些公司，我甚至会担心那些在行业当中可能声量很高的这种就是比如说像 Plasma 呀、Conduit 的这样一些公司，因为他们最终的这个面包可能会被 Stripe 或者是说这样的公司直接给吃掉。这可能是我想说的吧。然后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其实还蛮有趣的。第一个例子我想举的其实是 Robinhood。嗯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终局是，未来会有各种各样的资产上链之后，加上美股本身 SEC 的定调，整个 crypto 领域其实跟美国小盘股 Pink Sheets、OTC Market 不会有什么区别。就是你只要满足最基本的披露要求，就可以免受美国 SEC 的这么一个，就是你满足这个要求，我就不会去罚你，不会去告你。那你要不要满足呢？可能每年也就10万成本，那肯定是满足呀，对吧？然后你就可以差不多是证券了。那么这个时候，全世界会有各种这10万的成本
就比如说律师费，然后审计费啊，用，就最基础的一些东西，对吧？然后你报备一下，就举个例子而已。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的 OTC 的 Pink Sheets 股票，跟你作为一个类股权的币，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嗯，然后在那个中局的时候，这种公司它跑在什么地方呢？是跑在纳斯达克的机房上吗？被美国的 Citadel 所做事吗？它还是跑在一个 Solana Mega Eve 的一条 Layer 2上，然后可能你 KYC M 之后可以 bridge 到一个 JP Morgan Citadel 所控制的 Layer 1上，都有可能。但是他们但凡你 KO 之后，这个转换在中局中应该是非常顺畅的。OK，那在那个中局的世界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可以在那个世界里吃到最大的市场份额？是一个年均管理层50多岁的 Charles Schwab 吗？或者是一个可能就绝大部分人不会编程的一个中国的券商公司吗？我觉得肯定不是，它大概率是一个一开始就是以年轻人为导向，就是强烈的针对这种 to C consumer 的一个更加先锋的科技型公司。那么这种公司世界上有几个呢？可能是比如说富途牛牛，那么在美国其实像 eToro，最大可能性其实是 Robinhood。它在我看来其实是最有机会打通这个整个平面的类股权交易平台的一家公司。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业务，其实它在美国的增长差不多到顶了，它可能现在每年增长可能5%、10%，主要是靠一点点的用户新增，以及它现在用户慢慢变老更有钱，以及美股本身的增长所带来的。但是这个明显不能让华尔街很兴奋，它的估值可能也就比 IBKR 或者是 Schwab 高1-2个 turn。而它现在加密货币本身业务的体量跟 Coinbase 一模一样，只不过它的手续费是 Coinbase 1/4。然后这个业务，这还比 Coinbase 低，哇塞，那 Coinbase 真的，然后这是就很有趣的一家公司。然后创始人 Vlad，他在每一个场合都会提到加密货币，是因为在我看来，他未来的方向只有3个，要么就是在你在美国本土跟 Charles Schwab 就正面对抗，你要拉高你的客单价，对吧？然后你要揽更多的这个储户。那老年人可能不想来你这儿交易，那可能要去做 Pro 产品，可以，对吧？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是你做全世界的 expansion，股票方面的，也不是不行。但是它赖以生存的这种 PFOF 零交易手续费的商业模式，除了美国之外不太能做，犯法的。那你去 lobby 这些国家呢，很痛苦。那还有第3个就是把加密这块完全吃下了，而且它很有趣的一点是，它只要是把股票上链这个事情在全世界推起来，尤其是非美国的股票，如果能够上链的话，在加密货币世界这个领域，我不认为它会受到全世界其他国家像传统股票那样的监管。也就是说，它在美股 PFOF 这一套，透过做市商的回佣零手续费的赚钱方式，在它自己的链上，全世界其他股票上同样适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完成了它 internationalization 加上吃下 crypto 这个蛋糕的一个格局。而且我认为它本身的这个就是技术的储备以及它本身的这个调性，其实很适合在我们这个平面化的世界当中占到很大一个市值。所以这个 beta 其实就非常的 exciting interesting，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当然我们可能接触不到了，就是 Twitter XAI 那个公司，就还没有上啊，所以是还没有上。他们自己在特朗普支持下，他其实跟 Apple 聊妥之后，我认为啊，他上点对点支付，他上 USDC 揽储就是一天的事情。然后人民币也可以，如果说能发，他们这种有终端触达能力的公司，就是他加一个微信、支付宝，然后再加上 crypto 的东西，这不是技术问题，对吧？过去可能还说跟银行打交道很难受，在 crypto 上其实就是真的是代码的问题，然后就是法律法规的问题。这些公司它的对用户变现的效率会透过这个东西的 enablement 大幅度的提高。然后可能就是在几个月、几年之间，完全颠覆过去的这种财富的这种分割的格局。所以像这种公司其实是有很高的向上弹性。所以我才觉得就这公司合起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Stripe 这个例子，真正吃到这一波加密就是这种稳定币世界红利的公司，我不知道吧，但是我觉得 Stripe 允许稳定币支付，然后它那么多商户，一夜之间像拉储的这个业务，然后允许他们用，就我不知道，他们只要认真去做，
不一定有 crypto 原生公司什么事儿。我个人因为我感觉。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他收了 Stripe 以后，通过稳定币整个的帮他节省的费用，实际上就已经超过 Bridge 的这个金额了，实际上这笔钱就已经省下了。有可能，所以这些标的我们都在看吧。我是觉得说，就是如果要投资 crypto，在现在这个节点下去买那些币，其实也可以把就是股票纳入到考虑范围之内。对，我觉得是的，就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看股票在后面的话，能吃到贝塔的收益会更踏实一点吧，尤其是就是会更对踏实一点。对，包括就是说它的这种就是像投资人的披露啊这些也会更加完善一些。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对，但是我同时也很好奇你怎么看，就是说在分发优势上面，实际上头部的交易所 CEX 其实也是能够去分这一块蛋糕的。如果从就是绝对的用户量来讲的话，比如说他们上美股，因为 Kraken 最近也上了嘛，那可能 Coinbase，那我不知道 Binance 有没有可能啊？但那就是这部分的交易所里面，你会看好吗？我会，但是他们可能是需要补足自己本身在传统业务上的一些，因为他们是在 crypto 摸爬滚打过来，在传统这些 compliance 呀，然后可能做传统股票业务啊这些方面，嗯，可能需要一些人才储备吧。我是这么看。他们自己本身的市场份额，就之前是没有人能做他们的业务，嗯，对吧？然后他们要切入的业务是很多公司都已经在做了股票业务，举个例子。而且他们自己本身核心的业务其实是，受到我们现在看到的链上的新交易所的冲击的。所以他们如果在人才在钱上就没法上岸的话，那就尤其是那些二线所，其实是活得非常难受的。所以可能不如头部的 DEX 活得好。嗯，我是这么觉得。另外要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在应用端嘛。那如果是比如说像美股，或者是当然就是我现在想到可能更好的标的是美国，其他的 RWA 资产目前还没有那么大的就吸引力，或者是大家对它期待值没有这么高。那如果美股上链的话，你会比较看好哪条链呢？或者是说就是它会对哪条链更有利呢？我觉得美股现在上链的话，真正要上链其实没有多少选择，它可能是只能选择以太坊或者说 Solana。现在来讲，都没有第三名，或者是说有没有可那他自己能像搭一条2层。对，或者说像 Coinbase 自己开 Base 一样，可能大家是借助现有的这种as a roll up 的方式自己开一条。嗯，呃，嗯，但是哦，我觉得就公链上的这个竞争来说，或者说整个的这种，我们现在可以把华尔街介入，其实看作是一个新的大型增量，对吧？嗯，那么这个新的大型增量就是，把币圈的收入搬到华尔街，把华尔街的收入搬到币圈，以及是就这两个东西，这其中一个桥梁。那么谁能够吃到这个东西，其实就能为他的这条链带来巨大的交易，以及巨大的财富效应不一定啊，但是巨大的交易量肯定是有的。嗯，那么这个会谁有优势呢？我觉得目前具有这种强资金网络效应的地方，就潜在的地方，然后就是对开发者和商业这种伙伴非常看重的，就是真的是愿意去做 BD 的，这样的公司，嗯，其实是会相对有优势。那么其实就是人在哪儿，资产在哪儿，美金在哪儿，对吧？这个就其实哪一条链就会有优势。然后现在其实选择不会有很多，而且每一条公链其实它永远都是要去抢下一个能够造成商业行为的板块在哪里，他们就要去哪里。而且这个竞争极度激烈，就是就是在我们好像能看到的大的资金的增量也，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块儿了，所以我 suppose 他们都会去竞争。对，然后就反正二线那些就很快就没什么机会吧，我觉得就是就我们现在也很谨慎，就是嗯，或者如果是投公链的话，那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那在你这个链上发生的真实商业行为，第一是你怎么从他们那儿去抢，就除了撒币之外，第二是说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新东西，那如果都含糊其辞回答不了的话，那可能就很难去支持它。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有些应用它做得很好之后，然后它自己来做链了，然后就是单独的 use case 或者是这一个赛道的 use case 可能都被它吃掉了。嗯，当然可以。
Hyperlink 那个的东西非常有趣。我想看一下，它如果明确说了没有激励的话，它的交易量会怎么样？这是很好的 point。嗯，所以你还在观望。我觉得现在有点贵了。就我们其实这里也稍微说一下，Hyperliquid 这个东西，它产品非常好，然后我非常喜欢。它交易所与链一体，有很多个层面吧，就是为生态发展、为价值捕获，其实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空间。我觉得它如果是市场愿意给它这种公链的这么一个估值的话，它还能再翻个3倍。但是的话呢，这个东西有非常明显的周期性。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估值是说，还是希望能够在熊市的时候，按照中心化交易所的估值和收入去给它做一个配置吧。但现在我就有点买不下手。还没有到你的这个 comfortable。对，是的。对，然后上面我再补充一点，就刚才讲到，就是真的美股上链了，可能受益哪里？对，我觉得核心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的新的资产其实还是美股，就还是说把这个东西玩转，因为就是它同时能交易美股和加密。因为就我也看过，就是你之前写的文章，就真正能值得交易的加密资产或者说流动性大，其实也没有说那么多。但是有一点其实很有趣，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因为 Folies 本身是个基金，我们现在其实在做一个公司的转型，就是说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永久资本的控股型公司。永久资本这个怎么理解？可能要稍微给听众解释一下。好的，就是以基金形式的话，其实你的钱是借来的，就是你的 LP 出资给你，你有一个年限，他们随时可以撤资，这是你的负债端。那么如果是一个像伯克希尔那样的公司的话，其实这个股东是没有能力去把公司里面的现金套出来的，除非他的这个管理层和他的这个董事会去做一个清盘的行为。那么唯一能够退钱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股东的红利。如果是这样转型的话，其实公司的这个负债的结构就变成了一个永久的资本。然后这个永久资本在 crypto 里面，或者说在任何行业当中，其实是有很大优势的，在配置上。当然，这个控股型公司它其实对于任何出资人来讲是没有流动性的嘛，因为如果是基金的 LP，它可以赎回，钱就拿回来了。现在它就是一个非常不流动的私募股权。那么这个东西退出，过去来讲是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美股上市，对吧？那么后期现在变成了是你可以去发一个币，right，然后给你的 LP。现在其实如果是 tokenized stock 的，变成可能，首先在特朗普改变了这个政策之后，crypto 公司可以上市了，就这个其实是诞生一大批更多新的 deal。但是与此同时，其实如果 tokenized stock 变成可能的话，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你把你的币圈公司，合法的上市，然后再把那个股权，像 WBTC 一样 wrap 一下，然后再放到链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就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很多，这个东西是不是证券的风险。它当然带来的是更高的 compliance cost，对吧？在纳斯达克一个上市公司每年的这个审计，所有成本加起来50万到200万美金，上市成本200万美金。在加拿大的话，上市可能50万美金，年化的这个审计成本20万30万。而且可能你增发什么之类的就没有像币圈增发代币那么 free，对。但是它好处是说，你可以肆无忌惮的说，我做的所有一切是为了最大化股东价值，这话只能说的。而且你可以说，我会最大的程度就是加强我的现金流，我要去做回购，我要去翻分红，然后我要为我的股东做贡献。上市之后可以说，你上市之后再把这个股票 wrap 到链上之后，最终的买盘来自于是你的链上的社群，就跟现在 meme coin 一样，他们买你的币，你的币对于你的股有溢价，然后促使中间这个中间商去买你的股票，再把你股票拉起来。就我觉得这个在新的世界是可行的。然后我认为啊，其实可能是对美股上链或者任何股票上链，其实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最有机会的东西之一。你这刚才讲的这个让我想到 MSTR 呢，他要是能这么干的话。但大家可能不一定买，但是确实可以这么干。比如说 Circle 这个标的就很适合 wrap 一道，然后放在币圈里，因为就真的会有很多人买这个 Circle token。interesting。我插问一句，如果是 Circle 的50亿估值的这个发行的美股，你会买吗？不会。Circle 的逻辑很有趣，Circle 它从收入和成本端我们分拆一下。招股书我看了，我觉得它有3、4个核心点吧。
第一是说，它过去对于 Coinbase 60%的分成，最核心的原因是否因为当时 Coinbase 是它在美国唯一的合法分销渠道，这种独占性给予了 Coinbase 极大的议价权，但是这个议价权在未来是不成立的。Circle 现在在全世界已是美国的分发，它可以依靠很多很多不同的 actor，包括所有希望进入美国的交易所，包括 Robinhood，它不一定非得跟 Coinbase 玩。它跟 Coinbase 撕毁协议所带来的法律成本，是否足够这个代价，对吧？就是我就撕毁，我就不给你钱了，你告我吧，对吧？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那咱们打官司。但是打着官司我做起来了，我可以继续跟你打。OK，第一，那么这个市场分析点在于说，如果你相信这点是对的，那么市场对于它这种60%分成的悲观就是过于的悲观，因为现在市场格局不是 Coinbase 一家独大了。第二点是说，它过去的成本是否有很大的水分，是 lobbying 的水分，就是你要活下来，你得塞很多钱，但是现在就可能不需要塞那么多钱，成本可能下来。这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就是说，在真正美联储降息，它的短期国债收入变成零的时候，市场会对它整盘生意的定价估值是怎么样的？是否会把它推到一个破产边缘的价格？而这个价格里是否会包含它策略性就是 take over 的溢价？那么到底什么价格是比较合适的？然后第四就是说，它未来就是随着这个稳定币法案的落实，它到底要分出去多少其他的这种interest income？我觉得这4个问题其实是很核心的，那么我认为现在是5个 billion 的价格，在熊市的时候可能是500 million。最 bullish 的状况对我们来说是市场把它当一个即将破产的公司定价，然后它市场份额萎缩，然后它 Coinbase 在打官司，然后可能就5亿美金，然后那个价格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去看一下。5亿美金，不是50亿的时候。对，就可能跌90%。It's not impossible。那还有人会说，我买它不如买 Coinbase 的股票，但是听你刚才一说，可能 Coinbase 的股票也是需要当心。我觉得 Coinbase 蛮复杂的，我没有那么有把握。主要是交易所业务的竞争格局，你无法判断它是不是能够持续就是成为一个。对，其实它手续费已经下来了，然后它会越来越小，竞争格局一定会越来越激烈，就这是它吐槽它的点。但是你能说它增长的点，其实它 perp 其实可以上来，它国际业务可以拓展了。期货呀，它收购了。但是它能不能干得过它的竞争对手很难讲。然后它 Circle 这一块收入其实是 very cyclical，你不能给它很高估值。然后最后它核心 institutional 这块业务，就它能做 BlackRock 也能做，就没有什么是别人不能做的。但是现在行业又正规化了，它很多过去这种游说成本不需要了，它可以极度精简它的，就是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标的，我觉得就其实是视乎 Brian Armstrong 怎么去领导这个班底。它机会风险都有。对，回头我们可以好好再深入研究一下。可以好好聊一下。对，我注意到你现在最近开始就是花比较多时间在这个 Big Club 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聊聊这个 Big Club 和包括 Big Club 的这个播客 Bigcast。对，可以啊，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吧。这个网站是 bigclub.io bidclub.io。这个起因是，其实我本人我做2级投资嘛，然后我其实是需要收集更高质量的、更多的这种 token pitch， 就是代币的投资建议，以便我们去调研。这个东西其实传统对冲基金世界存在很多年了，Seeking Alpha、SellInvestor.com 就是网站让你去看每个人写的这些文章。在 crypto 上来讲，过去这个池子非常小，就是没人去太小了，就是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现在越来越大，但是即使是大了之后，它的信息的这个其实非常碎片而庞杂，然后不适合中长，就是更加深入内容的这么一个搜索和沉淀。所以当时其实我是想做一个东西自己用，就是不如我自己创建一个就纯粹的币圈2级标的的这样一个投资文章的分析平台，能让所有的参与者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个投资 idea。那么同时，因为我们的这个受众群体非常的精准，任何这个方面的文章，可以有非常精确的这种用户的曝光，所以其实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传播作用。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目前所有的这种类似的平台网站的内容，都是以新闻或者说这种1级行业的信息、八卦或者宏观的相关，几乎没有纯粹的跟
八卦很好玩儿，对，但是基本上没有对于二级标的的这么一个垂类的这么一个产品。深度而且分析。它即使是二级垂类的话呢，其实它可能更偏向于，像 Delphi Messari 这种明显在于有卖方主观性，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内容的堆砌或者是付费的稿，就不是那种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有这种个人主见洞见的这么一些文章。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就是这种观点鲜明、以仓位做背书的这么一个买方的调研平台。所以这是我做这个 Big Club 当时一个想法吧。然后当时就融了一小笔钱，然后行业内的朋友，比如说这个Defiance 的 Arthur 啊，Avi Feldman 啊，然后 Tangent 的这个 Jason 的 Pigeon、Kyle Samani、Santiago 这些朋友都把钱基 Andrew 本上 Kang 打进来，我看了，挺多。然后做了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另外其实 Bigcast 这个 podcast 本身，节目其实也跟我日常工作高度重叠。就是我本身也要跟很多创始人打交道，了解他们公司，看看他们的币值不值得买。而这个一方面录制其实就是跟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的 due diligence call 一模一样。其实我 podcast 上怎么聊，平时我也跟他们怎么聊。在你那个聊的时候，你说的是给 Big Club member 的直播，就当时是会有人在直播上看吗？还是个会的会的，他们甚至会问问题。对，啊，OK OK，所以所以啊，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一鱼多对吃哈。对，所以对于会员来讲，其实这是一个他们更多的好处。然后对于我来讲，其实就录一个嘛，其实也然后有一个好处是，现在录了之后，创始人更愿意跟我聊了，就是他其实也能二次曝光，所以更有对，助于我触这达也是我们这个创始人。做播客以后发现的。哎，是的，然后会为平台带来更大流量，然后促进会员和文章增长。而且最后其实很重要一点是，这个行业的这个podcast 其实是跟这个内容平台一样的。我刚才说的内容平台一些问题，podcast 本身没有一个专门覆盖二级垂直标的的这个 podcast，而且它即使是覆盖了，它的调研的问题和回答的深度，一般是记者来问，而不是说 fund manager 来问。而且它绝大部分是集中在一级的未上市的公司的层面。那么随着其实行业逐渐发展，就是基金和分析员对这个会有要求，有这个需求。那么恰好我有这个基因，就不如我自己来做。平台本身现在有60个注册的会员，基本上都是最大的那些北美和一些亚太的对冲基金的分析员、投资经理、创始人，有800个注册用户，大概是500到1000个独立日活。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平台上的内容，但是非会员的话，是不能看到14天内发布的内容的啊，只有会员可以。那么另外 Bigcast 本身对于会员直播，那么一般直播从直播到发布大概需要1到7天。然后最后就是申请会员很简单，就只需要递交一份自己的这个2级写的一份研报就可以。那么如果通过了我们创始会员的审核，那么你能获得会员的资格。会员保持的话，需要18个月以内提交2篇内容。那么如果不提交的话，就会失去这个会员的资格。好像还要再去review 其他20个文章的对，内容，我看了，是的。那要求很严格的，其实就非常的 proof of work 哈。这绝对是 proof of work。然后覆盖的标的其实，也有人问到是不是我们已经买了，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我们是所有感兴趣内容都会覆盖。但是写的文章你其实下面也有他们自己的披露，就是说我有没有买，我有没有收钱，我是不是管理层，对，就可能稍微透明一点。对，我觉得很有趣。我还看了你们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发起的一些原则和这个戒律。对，然后我们也有内部的一个就是会员群，我们叫 Day One Global 茶水间，里面有一条跟我们这个是类似的，叫做这个群友不是你的退出流动性。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进一个群，然后别人跟你在 share，然后现在我觉得很多的群都是，对吧？就是可能下一个群是我的下线这样子，而不是一些高质量的讨论。所以我其实觉得你们这个机制的设计啊，包括你们这个初心还蛮难得的。对，就是其实都是自己用，然后可能大家其实都认识，这个圈子并没有很大。就文章来讲，其实它覆盖范围也很广。它既可以是 farm， 也可以是 meme coin， 也可以是这种事件驱动的交易。当然，就是我们其实最喜欢的还是那种长线的这种核心基本面的分析啊。但是其实你看空，你写空头，真的是都可以。审核可能更多来讲就是2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潜在收益，另外一个是文章质量。
所以其实如你所说，我们 handbook 里很清楚的阐述过，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反而是那种说就观点鲜明，而且是以结论为导向的内容，就而不是说你就是一堆关于项目方的信息就行了，你必须有根据这些信息的这么一个个人的观点。而且我们需要是所有人都能参与的标的，而不是说那种就是什么私募的份额呀，或者说纯粹一小撮人可以参与的标的，是一个大家可能2级的这么一个 target。嗯，最好是有清晰的逻辑和资料佐证自己的假设，而且最好是你自己愿意去买，而且能就是跑赢市场的标的。坚持你的立场，即使你独自一人。That's fun too。我看的是就是只分析2级的标的，然后有特别写说，如果你们项目还没有 TGE，就不要来找我们 Bigcast 什么的。对，是的，我对那些没有任何兴趣，就是你上币之后我们再来聊。这个非常有趣，对，就现在 Pre TGE 的赛道非常的卷，反而是2级之后，我觉得可能大家在买上面的这个分析是不足。对，就为什么要Pre-T 先来找我呢？是为了为你的交给找买盘吗？我不太感兴趣，我可能更感兴趣是真的 TG 之后是一个炼金石，然后你可能再过3个月，再过6个月，等所有东西都尘埃落定之后，这个创始人再上来去聊很多事情，然后如果还是有很深入的洞见，然后还能是一套一套说得很好，而且有 things to back it up，你大概会更有信心说这个人会长期把这个公司做下去。那么 TG 就是怎么说呢？跟一个女生在一起之前那些话你不能信的，对吧？你必须是真的结婚之后她再怎么说，看她怎么做，就你才能比较相信她。生活的感悟。对，所以花时间的这个分配上，你现在是会更多花时间在2级的投资布局上面，所以1级的这个和2级的你这个现在会怎么分配时间啊？比较好奇。对，其实2个方向都有。1级方面，我们现在出手非常谨慎，因为现在整个行业的上市规则，然后2级市场对1级的定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觉得过去19年到24年那些打法已经完全不适用了，所以需要一些新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第二就是说，由于这个打法的变化，其实 VC 过去还是募了很多的钱，然后他们会扎堆那些真的有长期视野而且很好的创始团队，就比以往更加的分化。然后那些团队往往起始估值都其实比过去要高，所以是这一轮明对，显的，对。非常明显。最近的比如说 Conduit，然后 Plasma Inversion 那些 deal，其实可能 very expensive pre-product。我认为就是我们还是会出手的，就可能1年几次这种频率。然后更多在一级方面呢，我们做的工作是辅助我们还没有上币的公司去把这个 big 上了。然后另外就是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会在一级上给予帮助。但是很多的时间会去在2级做一个大浪淘沙的这么一些行为，因为可能过去上了很多的币，其实就还真的是能找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公司，然后甚至可能我们自己创造资产都是有可能。我们也比较好奇一个点，对就是你同时做一级的投资和2级投资的时候，你的思维上是会有比较大的转变吗？因为就是会有很多小伙伴就会说，比如说如果是一级投了之后，可能或者说哪怕是我们这种就是参与社区，可能有些人他可是空投获得的这个 token，对吧？那再到了2级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舍得卖。或者是你马上就卖掉。对，或者要么就是马上就卖掉，就是你本身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评估体系，会受到这个感情的影响，所以这个上面就是1级和2级，你会有不同的思维去考察吗？有一级里没有数据，most of the time，你没有商业模式，没有数据，然后你什么都没有，你就做判断。那个时候你只能是盲猜，然后猜这个人有没有长期主义，你这个人适不适合做这个事儿，然后更多的是他人的维度。更多你只有人可以判断，而且你得推断说他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是否比你高好几个档次，就是然因为你后投的也比较早期。就对，因为在中后期，其实就行业这个问题你也知道的，就是一般是2轮直接 TGE 了，所以你第2轮上来，就是其实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来。股权项目有点不一样，股权项目其实是可以的。其实现在可能会更加有趣一些，但是就真的是只能那样去做。2级其实是有一个 track record，
而且二级可能我们一般很少碰新币，除非是我们自己投的。然后很多都是说有一段时间的沉淀，然后你看它上币之后做的事情跟上币之前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然后是否从始而终，大家过去吹过的牛逼有没有做到，这你很好查呀，你看过去 podcast 就可以了，然后对吧？超级这他都做到了认是吧？ ，yes yes，然后就不用听他说什么，就可以看他做过什么。然后那些就明显好。然后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自己发行资产嘛，其实就 Big Club 这个产品来讲，这种偏社交商业模式不是很清晰，有点类似豆瓣的这种产品，其实我感觉还需要社群，其实还蛮适合发币。我们也没有考虑好怎么设计，但是就可能比如说跟开头那种公司去交流合作一下呀，或者是说可能我们自己去做一个补助，给好的文章做现金或者代币奖励，其实都有可能。就我们还得再琢磨一下。内容社区，对，可以。这样说起来，我都要来 farm 这个 Big Club。我很难放的，我跟你说，没那么容易放。开玩笑，写不动。对，谢谢。我看了你们这个谢谢加入的申请，我已经犹豫很久了。是的，对，但我觉得会是一个有趣的尝试，因为我本人就是曾经的豆瓣产品经理。对，对，哎，要不要来帮我们忙？我觉得产品做得很糙。可以多交流。我觉得这个现在是一个就是内容产品的这个雏形。对，然后就是你们就是刚刚讲到说，那你们就是有对大浪淘沙，有没有什么大浪淘沙的筛选标准？对，以及可能这个大浪淘沙在现有的 token 里面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占比，我也很好奇。在二级上来讲，其实你一个 checkbox 一个 checkbox 下来，最终符合条件的公司，可能就真的是我指的是，比如说持有比较长一段时间，然后把它当做投资来做。就投机就另说了，投机就是mind share 和那个钱的加持一波冲比较长也可以。的时间，比如说具体是一般多长时间呢？对，是季度还是季度也季度。 OK，然后比如说 Trump 那种，对吧？就是一发马上就买，就那个那就不是，那是投机了。但是那很好啊，就是那个有很强的 thesis，这种文章我们也欢迎。据投资来讲，其实就回到最核心的这种逻辑基本面了，就是说 OK，那他们所处的这个赛道有多大？那么创始人想切入的新的赛道有多大？他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能不能挣钱？他能不能 defend 他的 moat？然后创始人就是他靠不靠谱，care 不 care token holder，他会不会做价值捕获？然后这个币本身它的一个增长是否超过它的这个代币的这么一个分发，就是一轮轮筛下来，然后最后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些公司它如果符合所有条件，而且这还得分它的现金流的来源到底是圈内还是圈外，对吧？圈内就是交易手续费、分发费用，就是比如说开头举个例子，我把它的这个收入其实看作是VC 融资额的一部分，差不多，对吧？就 marketing budget，对吧？这些是带有强周期性，或者说比如说 Pendle 它的这个收入来源其实是就是稳定币项目的这个 VC 的这么一个配比 ，for example。是。然后行业外来源，比如说 GeoNet，它就是对这种近距离GPS 的这个需求，或者说 Huma，就是他们能有多快，就是搞大他们的这个垫款的这么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么一些，它每个增速不一样，然后有不同周期性。所以筛选下来之后，我比较认同的是说，如果你把时间维度拉长，而且你估值足够低，而且你有 catalyst，对吧？它全部加起来，这一个 basket 的币是可以跑赢，不是这个 basket 的小币的。然后它跑不赢什么呢？它跑不赢，比如说，它不一定跑得赢这种比特币以 M2为基数的这么一个货币，它不一定跑得赢在短时间之内有巨大 mind share 红利的很多这种 meme coin，它可能也跑不赢作为一个货币在底层资产有财富效应诞生的时候的这种 layer 1、layer 2 token。这些东西它跑不赢，因为企业本身发展速度是很慢。目前的话，像 Big Club，你们会美股和token 都会评估是吧？就是都可以，都可以，只要跟 crypto 相关都行。那你们估值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其实它看你是做交易还是做投资。然后如果是一个 trade 的话，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短期机会，举个例子，比如说 Galaxy 从加拿大转板到美股，那可能那个分析就是说，这个转板一般来讲，过去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的一个估值 bump，
OK Galaxy 里面还有一个 Hidden Business，那么它转版有很多 initiation 之后会有这样的 recognition，这个东西会被正视，然后它的估值可能就可以这么写。你也可以写说，比如说 Trump 背后那个发币团队会发另一个新币了，而且这个新币是 Kanye，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快上了，它的企业是这个，这就是侃爷币。OK，那你不需要什么估值，你直接买就可以。或者是说这个套利，对吧？就是这个币在这儿这个估值，那个币在那儿那个估值，这个原因是这样的，也可以。那么如果是长线分析，那其实就是大家公允赞同的一些metrics，就是cash flow generation 啊，然后可能 price free cash flow 啊，EV to sales 啊，这些其实都可以。但是重点在于说它的这个最后的逻辑，其实你看下来你是会通畅而认同的。不一定是非得以为估值而估值，因为很多情况下币圈里的这些公司，它只能是看增长，它估值其实是视乎于整个行业处在的这么一个行业的周期，定性的估值其实不一定 work。OK，所以就是更多的还是要看你觉得它后面能成长多少。我觉得得看增长，因为比如说100倍 PE 又怎么样呢？他跟 Cantor Fitzgerald 达成协议了，然后明天1个 billion TV 要进来，然后马上跟特朗普就打上关系了，然后孙哥马上给他，就是这估值上可能会反应，可能不会反应，但是就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很重要了。了解，OK，所以更多的还是一些事件和预期的驱动性。对。但如果你分析 Hyperliquid 最简单的例子，那可能就是中心化交易所过去估值怎么样，L1 交易所过去估值区间怎么样，现在的 Hyperliquid 它是处于两者之间，你划拉一个历史估值吧。那么什么样的估值是最合适的？可以这么去划了，当然，但是真的是视乎标的而定。理解，所以比如说 PE 多少倍的话，可能像在 DeFi 项目里面是会用，比如说 FDV 除以它的收入，是类可以，但这个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局限性，因为，它只是一个静态的指标，然后这个静态的指标，因为你的 E 是过去的，就过去比如说1个月的这种年化，或者是过去3个月年化，对吧？或者过去12月，呃，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个行业当中它周期性非常明显，所以你很有可能以一个就是行业最顶期景气的这个收入，去锚定你未来可能就是一个熊市，那这个估值没有意义。第二是说，这个行业它其实数据增长变化其实可以非常迅速，真的就是，可能一个 announcement 或者说一个新产品、一个新 feature 的事情，所以过去12个月甚至过去1个月并不能够预判未来表现。那么你可能得去预判未来几个月的问题。第三是说这个行业当中，它对未来的预判其实美股一般来讲是6到18个月，然后币圈我觉得可能就是1周到1个月。所以这个预判其实就我也交了很多学费，就是你不能看太远，最好是最近期就最好。嗯，下周，比如说下周就要上新项目了，对吧？然后又有新收入了，大家的热情就又来了。而且最后一个东西，就大家所对比的这个收入啊，其实不是同一个东西。它其实是整个协议进来的钱是一个钱，然后协议本身捕获的钱是一个钱，然后进到币东兜里的钱又是另外一个钱。对，这是第三个环节，其实没有很通畅，目前来说。没有很通畅，你哪怕是把它打进一个 treasury，打进 treasury 那个钱才是真正币东可以分到的钱。然后这个行业存在问题就是你对的数都不对。然后至于 FDV 或者 circling market cap，这也有问题，就是说到底哪些是有锁仓没锁仓，有些是真的 burn 掉了没 burn 掉的。其实最干净的，其实应该回到就是这个项目本身过去的比值，对吧？它过去的区间就是这样的。然后那有一些新的事态的发展，市场没有对那些新的事态产生充分的定价，因为它估值还是跟过去差不多。那这个新的事出来之后，就肯定会对它造成正面的影响。所以就是对于2级接盘山寨币的散户来讲，如果没有了解后续的一系列的利好的话，就不要轻易买。对，我感觉是地狱级难度。对，有些是其实 DeFi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们天花板其实还是有的，就绝大部分项目它天花板你能看出来，你就知道行业在最景气的时候它的市占是怎么样，然后你能对推它的 TVL，然后对它的收入，然后它就这样了，然后你就会跟一堆人 PVP，就你到那儿之后，一堆人会抢先你去卖，然后你就是上不去。比如说 Maker 很明显就是这个创始人他打不开他那个天花板，所以它的币价就是在600到3500之间不断的徘徊。然后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打开天花板的，
然后它可能能推进整个行业的增长。然后如果是散户的话，可能最好买的是那样的标的。然后如果是散户买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自己想要什么和自己的这个 edge。如果是想要长期增值的话，可能就最好就是去买 BTC 或者股市的一些贝塔，因为他们真的不会坑你。那么币圈是会坑死你的，他可能说的很冠冕堂皇，他会搞死你。OK，那如果是想真的来暴富的话，他得知道说他挣的是什么钱，是这个公司发展现金流捕获到里面的钱吗？那可能 Hyper 的这样标的。那如果是去挣别人的钱，对吧？就是去挣情绪的钱，那可能就需要去寻找说，就是有没有比快人一步的，就获知这个情绪和 mind 是从哪儿到哪儿的这么一个能力。那就是去找消息，去问人，去搭建核心圈层。那么如果是基本面的话，那你就最好是对商业真的有洞见。或者其实如果是纯娱乐的话，我觉得放水炒一炒也可以，没必要那么认真。对，多尝试。多尝试。对，我比较好奇，就是对于现在的1级就是 ForNews 和2级 BitClub，你自己有什么目标或者愿景在这里面？我觉得 BitClub 本身来讲，我会希望把它做成整个行业里最好的买方调研的这么一个内容分享平台。而且最后在这个平台上，就假如说我们会员体系成体量了之后，它其实是很多项目方做路演很好的地方。就无论是第一次做路演，或者说按季度做这种汇报，又或者是最后可能真的需要去做 OTC 配资，做这么一些路演，其实很合适。很像是季度的财报直播，对吧？对对，当然可以。然后第二是它很适合做那种就是线下的这种就 pitching 的分享会，就真的是几个 founder 加 fund manager 上台 pitch 一个东西，然后每个10分钟这种会议也是可以的。然后可能最后会变成说就是可能信息披露加上 idea 分享的一个平台吧，这是一个目标。然后 Folius 本身来讲，其实我是希望把它转型成一个在长期来讲可以给所有的这种股东、币东带来非常好回报的这么一家公司。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拭目以待吧，就可能未来要慢慢去做。对，我刚想到点，就 BitClub 它其实是一个核心价值可以集中非常多买盘在这里。对，但是是很 sophisticated 的买盘，它不一定是说无脑冲，就是这聪明人的钱最难赚了，就是这种这怎么它只能帮助价值在最有钱的那群人中做一个价值发现。然后这个价值发现对于很多项目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儿。但是真正最有价值那群人，然后可能 undercover undervalue 其实是很适合。最后问两个小问题，两个轻松一点的问题。对，觉得今天这个跟 Jason 交流这个信息密度非常之高。很愉快，很愉快，谢谢两位啊，问的问题特别好。就是逮着机会了，一定要好好请教。因为我们都不会做2级。对，因为我们在思考说，天哪，真的感觉是买不下手，地狱难度，还是买不下手。我也未必会，我跟你说，所以才来做内容。对，第一个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杰森在非常多城市就是生活和考察过。就你心目中最佳的，比如说既结合生活又结合这种创业工作，适合 crypto 的城市有哪些？就现在来讲的话，其实纽约是唯一的选择。唯一哇，唯一的选择就是如果是在 crypto 本身创业的话，纽约应该是唯一选择，因为它就是在美国允许了加密货币之后，就是 you kind of have to be there， 就是能吸收到最多的最前沿的行业的资讯，然后最大的最好的公司都在那里，然后最多的 fintech 相关的人才也集中在那儿，和硅谷啊，当然你应该也去硅谷。对，我也想问。然后整个的这个 Web3 人才密度非常高，当然它有一点 distracting，就在纽约就天天都是 party，现在都是那种行业小研讨会。但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会推荐人去那里。在亚太区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三角区，就是深圳、香港、新加坡。然后深圳找程序员和盘圈的大佬们和一些就是真正的 OG，然后香港你去找 OG， 然后去找交易所，去找钱，去找一些已经发了币的项目方，然后新加坡你也去找 OG， 找钱，找交易所，这3个地方来回跑，我觉得最合适。所以亚洲是一个组合，亚洲是个组合，亚洲是个组合，是的。最后一个问题，听众就是
推荐一本对你影响最大的书。就这个问题我也想了一会儿，因为我很久没有看书了，我看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看那个 Big Club 的文章，对，或者我看 Big Club 的文章。我很久之前读过一本书，是那个沃伦巴菲特合伙人查理芒格写的一本叫《穷查理宝典》，然后这本书应该会被多次提起过，但是它里面的一些想法吧，和一些就是说到的一些信息，其实你投资做久了之后，你再去看，其实每次都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触。然后他很多的理念，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他那句话说了什么，而是说他经历了什么之后，然后他做了什么事之后，他去说那些话。然后他那本书里就会提到一些，就是他这句话背后的一些个人的想法。然后你做久了，犯多了错误之后，你再去看的话，其实是有很深感触的。那么同样可能没有写书的那个人，就是李路和段永平，就根据这本书，其实也发了很多自己的一些看法，就答问啊之类的。他们最终想的，或者说他们的思维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是以不同的角度去掰碎了，去跟你去讲。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很大影响，所以就是价值投资的这个还是比较影响到的。或好或坏吧。然后我就不能去批那些民矿了，就很懊恼，你知道吗？就是就只能做自己就好，做自己。对，只能做个夹头了啊，这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好啊，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那个 Jason 给我们分享了这么长的时间。是的，是的，好的感谢。对，然后感谢两位现在时间。对，也很期待这个就是后续的，就是这些的，包括美股上链呀，包括这个华尔街2.0在这个区块链里面去实现吧。我觉得其实整个行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可能未来的5到10年，很多公司已经上市了，然后这些二段火箭的机会，其实未必要比过去的5到10年1级火箭的机会来得差。就最大的回报可能需要透过时间去发酵它。所以这也是可能最正规的一个10年，就对于一些有技术背景的人来讲，这些东西你可能很多人可能更加看得懂，而不是过去那种就是说根本没有逻辑，为什么能涨这么一个时代。而且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就是创业的项目和团队的要求会更高，其实更有可能有更好的这种商业模式和产品出来。对，是的，我也觉得是。我期待。行，谢谢 Jason 的时间。好，谢谢两位。